听得宋哥的话后，楚风则是微微一笑，他不仅没有停下，反而加快了速度。这种情况下，吓得宋哥赶忙闭上了眼睛。可是预料之中的冲撞并没有发生，反而阵阵植物的香气扑鼻而来。他睁开眼眸，发现竟然已经进入了七阳山脉，那将所有访客隔绝在外的守护结界竟然没有阻挡到他们。你是怎么做到的？宋哥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在他看来，那守护结界消失，他从在七阳山脉长大，对于七阳山脉他再了解不过了。可就在这时，令宋哥更加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修罗大人，您来了。这七阳山脉的守护者看到楚风之后，不仅主动迎上，反而一个个的满面殷勤，就好像拜见大人物一样。袁术大师在吗？楚风问道。别人若问，肯定没在，但你若问的话，就一定在。迎接楚风的守护者说道。且说完此话，便为楚风引路。修罗，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此时宋哥看向楚风的目光已是充满了崇拜。尽管当初刚认识楚风的时候，楚风强大的势力就已经让宋哥对楚风充满崇拜之情，但那个时候的他绝对没有想到，楚风的身份竟然如此超然。七阳山脉，他不仅可以随意出入，无数守护结界，就连七阳山脉的守护者看到他也是如此的热情。尤其那一句别人问肯定不在，但你问肯定在，这句话简直让宋哥感觉头皮发麻。直至此时，宋哥忽然明白为何楚风敢与诸天门叫板了。原来这个他面前的修罗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随后楚风便顺利地见到了袁术大师，在见到袁术大师，楚风也是将自己进入斩妖大地墓，并且得到斩妖大地墓传承的事情告诉了袁术。之所以告诉袁术这件事，楚风是想借机说出他进入疾风列族内部的事情，然后借机询问袁术那个救他的神秘高手会不会是袁术的师尊汤臣大师。真是恭喜了楚风兄弟，能够得到斩妖大帝前辈的传承，那你日后的成就绝对不可限量。不愧是牛鼻子前辈的弟子啊，为兄我都是自愧不如了。得知经过后，袁术大师满脸的笑容，他是发自内心的替楚风感到高兴。看来袁术兄也听闻过斩妖大帝前辈的事。楚风问道。怎么可能没听过？那可是远古之后最精彩绝艳的人物，我的师尊他都与我提起过多次。斩妖大帝前辈可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只是关于他的事情太过久远，所以我只知其威名，却不知具体事迹。袁术说道。袁术兄，那你觉得从疾风列族救我的那位会不会就是你的师尊汤臣大师呢？楚风问道。这个不好说啊，虽然诸天星域高手不多，可是纵观整个圣光天河，其实修武高手还是很多的，如同我师尊那般，发现远古生物的前辈也是不少，所以不能确定。袁术说道。不管是谁，那位前辈都救了我一命，真想当面道谢啊。楚风感叹道。对于他来说，救你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也不必如此挂念在心上。只是你的那3位朋友对你来说真的如此重要吗？竟能让你冒如此风险进入远古种族的领地？袁术问道。是很重要，只是他们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说到这里，楚风也是变得有些自责。那也未必，也许你看到的并非是残魂，而是记忆能量。袁术说道。记忆能量？那是什么？楚风问道。关于这记忆能量，也是我师尊与我说的，有的人如果被强行剥夺记忆，那记忆会形成一股能量，如残魂一般飘荡。这记忆能量如同游魂，它可以进入人的梦境，也可以进入幻境，只是飘忽不定，并且就算与人接触，时间也会很短。按照你所说的情况，你所接触到的倒是不像残魂，因为若是残魂的话，不可能刚好碰到你之后就立刻消散吧，这有些说不通。所以我倒是觉得记忆能量更有可能，毕竟你的3个朋友不认识你，也很有可能是失去了记忆，而并不一定就是被人占据了肉身。袁术说道。真的有这种可能吗？楚风问道。当然。袁术很是确切地点了点头。若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楚风非常希望颜如玉3人的情况是袁术说的那样，他们不是被占据了肉身，而是被剥夺了之前的记忆。毕竟被占据肉身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已经是遭遇了不测，但若只是被剥夺记忆的话，被剥夺掉的记忆还是有可能恢复的。你不要太过担心，记忆能量并非生命本体，可以说记忆能量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体也不为过。再会徘徊于本体附近，他觉得那是他的家，但是只要本体无法恢复记忆，他就非常没有安全感，会感到恐惧。倘若有机会进入到认识之人的梦境或者幻境，他就会求救。所以你如果真的遇到的是记忆能量，而不是残魂的话，那他向你求救不过是本能，并不代表他的本体现在过得就真的不好。袁术对楚风说道。若真是这样，那就最好了。尽管不能确定，但好歹也是看到了一线生机。所以听到袁术的话后，楚风那原本自责的内心倒也是好受了许多。至于宋哥之事，袁术答应得非常爽快，在他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甚至袁术还答应楚风，只要在这七阳山脉内，他袁术还活着，就能保证宋哥的安全。之后楚风将这个消息告诉宋哥，宋哥更是高兴的跟做梦一样。那个傻丫头一直捏着自己的脸，觉得自己是在做梦，而楚风也是帮着宋哥将他父母的坟迁移到了七阳山脉之内。当看到父母的坟真的落在了七阳山脉的禁地之中，并且还立上墓碑，宋哥才真的相信他竟然真的进入了七阳山脉。将坟迁移好之后，楚风便开始安置宋哥。而令楚风没有想到的是，袁术竟然如此够义气，不仅让宋哥留在他七阳山脉避难，更是给宋哥找了一位师尊。而这位师尊便是七阳山脉内众多守护者的统领级人物白袍大人。当得知白袍大人将成为宋哥师尊后，就连楚风都是喜出望外。毕竟白袍大人的实力和身份都是非同一般的，可是宋哥的资质却是有限。正常来说，宋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白袍大人的青睐，但可能是碍于袁术的命令，也可能是本性如此。白袍大人不仅没有丝毫嫌弃宋哥的意思，
反而亲自为宋哥准备住处，言行举止简直就像是一位慈父，对宋哥充满了关爱。这种情况下，宋哥开始再度怀疑自己，他觉得这好像不是真的，简直就先是做梦。而看到那开心的宋哥，楚风的心也是放在了肚子里。安置好宋哥之后，楚风便准备去与袁术告别。可是谁曾想，这途中楚风竟然看到了一个熟人，是殷庄红。此时的殷庄红已经进入了七阳山脉之内，只是他却跪在地上。殷庄红，你在这里做什么？楚风上前问道。修罗。看到楚风，殷庄红也是有些意外，但他却并没有与楚风说太多，他只看了楚风一眼，他便再度低下了头，并且开始磕头，恳求袁术大师出手相助。大师若愿救我红衣圣地于水火之中，我红衣圣地必报袁术大师之恩。殷庄红说这话的时候都是带着哭腔的，可是殷庄红是一个何等有毅力的人啊，能够让他这般。再想想他所说的话，楚风便知道红衣圣地一定是遭遇了不测。殷庄红，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楚风上前问道，但殷庄红却根本不理楚风，而是继续磕头，恳请袁术大师出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无奈之下，楚风只能去问这七阳山脉的守护者。而询问之下，楚风才知道红衣圣地果然遭遇大劫，但是攻击红衣圣地的人似乎并不是诸天门的人。事情的原委乃是这样的：红衣圣地掌教如今有要事在身，不在红衣圣地之中，但是最近在红衣圣地周围却发生了许多屠杀事件，许多村庄以及势力都惨遭屠杀，并且那些人死状非常之惨，与丘洛村的人一模一样。原来楚风是想多了，丘洛村之所以被屠杀，并不是因为诸天门的人要对付宋哥，而是有着另外一个势力在做着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屠杀是有目的的，他们用特殊的手段屠杀生灵，就是要用人的生命炼化一种力量，那个力量叫做血魂之气。血魂之气有何用处？这就与红衣圣地有些关系了。红衣圣地掌握着一个远古秘的，那个地方叫做远古血炼池。在远古血炼池内，若是拥有血魂之气，便可以增强自己的战力。当这种大规模屠杀发生之后，红衣圣地便知道是有人想要攻占远古血炼池了。可是当他们的掌教大人不在的时候，他们心中也是没有底。果然，当他们遇到那群人的攻打的时候，难以招架，如今只能运用远古血炼池的阵法暂时躲避起来。可是对方来势汹汹，并且还在不断的屠杀无辜生灵，炼化血魂之气，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迟早会破开阵法。那个时候，红衣圣地的所有精锐长老都要死。无奈之下，才运用特殊手段让殷庄红逃了出来，向袁术大师求助。只是袁术大师并不愿意见殷庄红，所以才发生了眼前这一幕。我现在还能见袁术大师吗？得知事情经过后，楚风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袁术大师知道楚风与殷庄红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时候，楚风要见袁术大师，一定会为殷庄红求情，所以楚风才觉得这个时候袁术大师未必会愿意见楚风。您要见的话，当然可以。七阳山脉的守护者说道。殷庄红，你在这里等着我。楚风说完此话，便在七阳山脉守护者的引导下，再度来到了袁术大师所在的地方。楚风兄弟，想要求情的话就不要说了。刚刚见到楚风，袁术便抢先开口了。果然他是知道楚风的目的的。袁术兄，你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何要见死不救？楚风问道。楚风兄弟，一开始我就与你说过，我与你不同。红衣圣地的确是一个名门正派，我也知道他们很早就想开启那远古血炼池了，并且他们也知道，若是滥杀无辜，用他人性命炼化血魂之气，是可以加快速度开启那远古血炼池的。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所以我对于红衣圣地的印象是非常不错的。但就算他们是名门正派，就算我对他们印象不错，我就一定要救他们吗？非亲非故，我似乎并没有这个责任。袁术说道。袁术兄，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够收留宋哥，其实我们也只是一面之缘，你能够这样帮我，我真的非常感激。这份恩情我楚风铭记于心，只是如今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我楚风今日就先到此了，他日再来拜访袁术兄。楚风对袁术抱拳说道，并且说完此话便转过身去，准备直接离开。楚风兄弟，你是生为兄的气了吗？袁术问道。当然没有，我为何要生袁术兄的气？难道只因为袁术兄没有帮红衣圣地吗？不，我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就像袁术兄你所说，你并没有这个责任。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与袁术兄告别，顺便问问为何袁术兄不愿意出手相助而已。其实我早就猜到，哪怕我开口，袁术兄也不愿意出手，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求袁术兄出手。此事其实有些危险，我也没有资格让袁术兄去冒这个险。楚风说道。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他的确没有怪袁术，相反他很理解袁术。楚风兄弟能够理解我，为兄我也很是欣慰。而你所说有要事要做，应该是想去救红衣圣地吧？但你要回到红衣圣地的长老之中，也是有着不少之尊敬存在的，如今连他们都被困住了，你要如何帮他们？你这样去不是送死吗？袁术问道。虽说我对于那远古血炼池并不了解，但里面既然有阵法，就一定有阵眼。若论修为，我的确无法帮忙，但只要那里面能够发挥戒灵之术，也许我就还能够帮得上忙。不管怎样，总归要试试，因为红衣圣地掌教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恩情就算冒死我也要还。楚风说道。楚风兄弟，既然你执意要去，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提示。袁术说道。袁术兄，请讲。楚风赶忙追问，因为他知道袁术的提示一定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远古血炼池如今的入口已经被那群神秘人封锁，你是进不去的。但其实远古血炼池还有另外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就连红衣圣地都不知道，你从那个入口进去，便可以直达阵眼深处。若是你的本领够，还有机会得到阵眼的力量。若是能够得到阵眼的力量，
自然可以帮助红衣圣地解开危局。只不过那个入口非常凶险，若是一个不小心，可能你还没见到红衣圣地的人，自己就已经死了。当然，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惧怕这些风险。袁术说道。袁术兄太了解我了，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把握住。袁术兄，只是不知那个入口究竟在何处？楚风问道。就在这里，其实很近。袁术说话间，将一个地图丢给了楚风。那个入口的确不是很远。袁术兄，多谢了。楚风说话间，便将那地图收起，随后向袁术师以拜谢大礼。咱们兄弟就别客气了，我希望楚风兄弟你能够安然归来。别忘了，我师尊精心布置的大阵，还等你来破呢。袁术说道。我楚风定会再来的。楚风笑了笑，随后便直接离开了。毕竟，如今红衣圣地的人深陷水火之中，楚风必须要抓紧时间。只是楚风不知道的是，他刚刚离开之后，这方天地之内便出现了一道身影，那是一位老者，一袭黑袍，且留着一头色长发。虽然是苍老的面容，但看上去却非常的精神。最主要的是，那份气度简直是世间少有，此人才是真正的仙人之气。而这位便是袁术大师的师尊，牛鼻子老道的好友汤晨大师。师尊，您为何不直接出手相助？楚风兄弟他毕竟是牛鼻子前辈的弟子，若是他在你的低头出现三长两短，牛鼻子前辈怕会不高兴吧？袁术上前问道。哼，他的弟子出现三长两短，关老夫何事？况且先前老夫已经救过他一次了。汤晨大师开口了，而他的声音与先前楚风在斩妖大地墓吗所遇到的那位神秘老者的声音一模一样。果然，那位以一己之力将楚风从疾风列族内救出，并且以一己之力击退疾风列族众高手的，正是袁术的师尊汤晨大师。这样不太好吧？要不我去看看吧？袁术说道。不许去。然而袁术此话刚刚说出，却遭到了汤晨大师严厉的斥责。难道真的不管不顾？袁术问道。袁术，为师是怎么教你的？你以为你是救世主，谁的命你都要救？汤晨大师问道。当然不是，我若这样觉得，就不可能眼见着那些黑衣人屠杀无辜之人而不出手，更不可能对红衣圣地不管不顾。只是楚风兄弟他不同啊，他毕竟是牛鼻子前辈的弟子，况且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小子。袁术说道。那也不行，绝对不许出手，否则老夫与你恩断义绝。汤晨大师说道。行，我一定不出手。师尊您消消气，千万别恩断义绝啊，弟子我还要师尊您罩着我呢。袁术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却是嬉皮笑脸的。虽然平日里在他人面前他是高高在上的袁术大师，可是在他的师尊面前，他却像个孩子。由此也看得出来，他们师尊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远古血炼池内的宝物早就被为师拿到了，如今那远古血炼池内不过是一个空的秘境罢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了。也正因为如此，那远古血炼池守护的力量大不如从前。倘若那个叫做楚风的小子连这样的远古血炼池都搞不定，那他拿什么来破那个局呢？若是他连这样的远古血炼池都搞不定，那就是死不足惜，干脆让牛鼻子重新再找个弟子算了。汤晨大师说道。师尊，那远古血炼池只是对您来说容易，可对于楚风兄弟来说，那可并不容易啊，就算是我去都未必搞得定。袁术说道。你说什么？你说你连这个远古血炼池都搞不定？老夫苦苦栽培你多年，你就这点本事？若是连远古血炼池都搞不定，那你就干脆早点滚蛋，也不要去破解牛鼻子部下的阵法了，别给老夫丢人现丑。此时汤晨大师是真的有些怒了。师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见状，袁术也是不敢再嬉皮笑脸，而是赶忙安抚起他的师尊。此时楚风已经与殷庄红在前往那远古血炼池的路上了。楚风，你真的见到袁术大师了？他真的告诉你远古血炼池还有另外一个入口？途中殷庄红问道。他感觉很震惊，因为那远古血炼池一直是他红衣圣地掌控之地，对于远古血炼池应该没有人比他红衣圣地更为了解才对。可是现在楚风竟然告诉他远古血炼池还有另外一个入口，他自然感到震惊，毕竟他在此之前看似从来没听人说过远古血炼池还有另外一个入口。袁术大师应该不会骗我。相比于有些怀疑的殷庄红，楚风则是非常的确定，一定有另外一个入口。很快楚风便与殷庄红来到了一座丛林之中，这座丛林内有着许多天然的泉眼，而袁术告诉楚风的入口便是其中的一座。因为有地图指示，所以楚风准确的找到了那一座泉眼，就是这一座。楚风指着那泉眼说道。你是不是被骗了？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出。殷庄红说道。有没有被骗？进去便知道了。楚风说话间便跳入其中。见状，殷庄红没有办法，也是紧随其后的跳入了那泉眼之中。起初泉眼没有任何变化，可是一路深入，竟然出现了分流。在泉眼的深处有着一个很小的洞口，那洞口之内也有泉水，只是那泉水的颜色竟然是红色。而楚风掠入其中之后，便有着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从那泉水之中传来。最重要的是，楚风能够确定那真的是水，而不是血液。虽然不是血液，可无论是外表还是味道，都是与血液一模一样。丫头，这回你信了吧？楚风看向殷庄红，竟然真的是远古血炼池。远古血炼池竟然真的有另外一个入口。袁术大师果然厉害，竟然知晓我红衣圣地都不知晓的秘密，难怪我师尊如此敬重他。此时殷庄红也是赞叹不已，一直以来他都对他的眼睛充满了自信，而事实上他的眼睛也多次让楚风感到震惊，那可是一双比楚风的天眼洞察力还要强大的眼睛。但这一次殷庄红却失算了，他没有想到他的眼睛看不出任何特殊的泉水下方竟然真的藏着远古血炼池的另外一个入口。起初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着二人深入，一切便开始变得不正常。
狭窄的暗流通道变得宽阔，可是各种危险的阵法也是随之而来。不过还在，殷庄红的眼睛自从进入远古血炼池便开始发挥作用，能够解读所有危险。再配合楚风的结界之术，二人一路过关斩将，几乎破开了所有关卡。只是当二人已经无限接近阵眼的时候，他们却产生了分歧。在楚风和殷庄红的面前出现几十条入口，而每一条入口都可能是通向死亡之路。殷庄红用他的眼睛观察，挑选了第19道位入口，但楚风以天眼观察，却挑选了第27道入口。楚风觉得若破阵眼，比先得到一些东西。根据他的观察，第27道入口内便蕴藏着那至关重要的东西。可殷庄红却坚定地认为，不应该浪费时间，而应该进入第19道入口。二人产生了与之前楚风在斩妖大地墓内与密洞群圣一样的分歧，他们两个谁也劝不了谁，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殷庄红决定独自前往那第19道入口，而楚风则是独自前往那第27道入口。你将这个拿着。就在二人将要分别之时，殷庄红将一根血红色的尺子递给了楚风。这根血红色的池子应该是红衣圣地从远古血炼池内所得到的宝物，因为一路走来，除了运用殷庄红的眼睛以及楚风的结界之术外，这根血红色的池子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倘若说远古血炼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么这根池子是能够在远古血炼池内避开一些风险的宝物。你留着吧，我自己可以应付。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身形一转，掠入了那第27道入口。见楚风已经果断离去，殷庄红的脸色有些复杂，显然他是很不希望楚风去的，因为在他看来，楚风选的路很可能是一条死路。不过他也没有太过犹豫，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上担负着拯救他红衣圣地众位前辈的重任，所以殷庄红握紧手中的血色尺子，便掠入了他所选的第19道入口。殷庄红做事非常谨慎，尽管他的戒灵之术不如楚风，可是凭借手中那根血红色的池子，他也是破开重重难关，并且最终他来到了阵眼之前。不仅看到了阵眼，他还看到阵眼的后面有着一个通道，他知道那个通道便是能够直达他红衣圣地众长老被困之地的地方。按理来说，看到眼前这一切，殷庄红应该很是高兴才对，可是他却并没有，相反，他非常的痛苦，甚至非常的伤感。楚风，你干嘛就不听我的？我的眼睛从来没有错过。殷庄红紧握手中的那根血色尺子，连手臂都在颤抖。在他看来，既然他选对了，那楚风就一定是选错了。虽然很难过，但他却知道他没有太多时间去伤感。于是他开始握紧手中的尺子，将自己的武力融入其中。这便是这根尺子的厉害之处，不用太过强大的结界之力，只要运用武力就可以。这根尺子可以将武力化作结界之力，至少在这远古血炼池之内，它是具备这样的功效的。破！紧接着，殷庄红大喝一声，手中的尺子便宛如利刃一般丢入了那阵眼之中。那根尺子不仅融入了殷庄红磅礴的武力，还融入了殷庄红的气息，所以殷庄红觉得，只要那尺子能够射入阵眼之内，他便可以得到阵眼的力量。就算无法得到阵眼的力量，可只要将阵眼射穿，他就可以通过那个窟窿钻过阵眼，去解救他的前辈们，然后再带着他的前辈从这个路逃走就可以了。锵啷啷！可是令他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那尺子刚刚靠近阵眼，原本只是如同巨大墙壁的阵眼，竟然变得狂暴起来。一个如同镰刀一般的物体从阵眼内掠出，只见其轻轻一挥，竟将那尺子斩成了2段。见此一幕，殷庄红顿时脸色大变。他不仅仅是震惊于他没有成功洞穿那阵眼，他更加震惊于那尺子被斩断了。要知道，那尺子可是他红衣圣地的至宝，日后开启这远古血炼池还都要一张这根尺子。现在这尺子断了，这叫他如何向他的师尊交代？然而就在殷庄红愣神的功夫，无数道镰刀从那阵眼之内飞掠而出，直奔殷庄红而来。糟了！因为先前的愣神，再加上那镰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当殷庄红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是来不及闪躲。可是就在殷庄红觉得他要死在这里的时候，忽然一道身影落在了他的身前，他还来不及看清那位是谁，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开了。是那个落在他身前的人将他推开了。当殷庄红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终于看清了那位是谁，是楚风。是楚风落在了他的身前，是楚风将他推开了。只是当他看清一切的时候，那从阵眼内飞掠而出的镰刀已是落在楚风的身上，一道道鲜血不断四溢，楚风的身体已是遍体鳞伤。尽管楚风提前已经释放出了结界之力，化作道铠甲保护自己，可在那强大的镰刀面前，楚风所释放的结界铠甲根本就不堪一击。楚风当镰刀回到阵眼之内时，殷庄红则是赶忙运用武力将楚风拉到了他的身旁。只是此时的楚风不仅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就连气息也是非常的微弱。对不起，都怪我，都怪我。看着那奄奄一息的楚风，殷庄红已是泪如雨下。我好想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丫头哭呢。楚风虽然遍体鳞伤，已是将死之人，可是他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而殷庄红只是不停地说着对不起，他觉得是他害了楚风。行了，别哭了，我还没死呢。楚风说道。而就在楚风此话落下之际，楚风身上便开始释放出血红色的气焰。在那血红色气焰释放的同时，楚风身上的伤口不仅开始愈合，就连楚风的气息也是迅速恢复。丫头，你的怀抱还挺舒服。楚风裂开大嘴笑了起来，只是相比于先前的笑容，楚风此时的笑容看上去是如此的贱。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殷庄红赶忙放开了怀中的楚风，并且一脸好奇地看着楚风。你这丫头是不是以为
你将融入气息的尺子射入阵眼之内，就能够得到阵眼的力量。你可真是太傻了，气息是不行的，必须用自己的鲜血加上气息才行。但哪怕气息和鲜血也还是不行，还需要有这个。楚风说话间，手掌张开，一个特殊的泉水出现在了楚风手中。那就是你说的那个入口内所藏着的东西。殷庄红问道。正是，这个东西可以将我的血液以及气息隐蔽，隐蔽之后阵眼便无法分辨，便会将我的血液以及气息带入阵眼之中。楚风说道。所以你刚刚是故意受伤的？殷庄红问道。是的。楚风点了点头。那你已经得到了阵眼的力量？殷庄红问道。没错，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去解救你红衣圣地的长老了。楚风说道。好。殷庄红点了点头。殷庄红此话刚刚说完，他的身体便被血红色的气焰所缠绕，紧接着开始快速的移动起来。楚风，多谢你了。殷庄红看向楚风。谢什么？楚风问道。若不是你，我们红衣圣地这一次怕是真的要损失惨重了。殷庄红说道。咱们好歹也算朋友，朋友之间就不要说这种话了。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最好做一下足够的心理准备。楚风说道。什么事？殷庄红问道。这远古血炼池内是不是藏匿着至宝？楚风问道。对，藏匿着远古时期的至宝，只是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知晓，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的开启过这远古血炼池。殷庄红说道。我现在得到了阵眼的力量，能够感应到一些远古血炼池的东西。我知道那至宝放在哪里，只是现在那个地方空了。楚风说道。空了？这是什么意思？殷庄红问道。这远古血炼池内的宝物已经被人拿走了。楚风说道。被人拿走了？怎么可能？难道说从一开始这远古血炼池内就没有至宝吗？是我们发现晚了，当我们发现的时候，远古血炼池内的至宝就已经没人拿走了。可是不应该啊，我红衣圣地守护着远古血炼池也有几万年的时间了。殷庄红说道。我有一个问题，远古血炼池内的力量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还是说有过大幅度减弱的时间点？楚风问道。你这样说的话，还真的减弱过。我听我师尊说过，大概几百年前，远古血炼池内的力量非常恐怖，那个时候我们根本都无法动开启远古血炼池的心思。那个时候的远古血炼池实在太狂暴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开启它。但是忽然有一天，远古血炼池的力量减弱了，而且减弱了不是一点点，是大幅度的减弱。也正因如此，我师尊才觉得我们有机会开启这远古血炼池了。话到此处，殷庄红忽然脸色大变，问道。难道说是那个时候远古血炼池内的宝物就被取走了吗？很有可能。楚风说道。那究竟是谁呢？殷庄红眉头紧皱。是谁已经不重要了，不要去想了。远古遗迹本就不属于任何人，强者得之。楚风劝道。之所以这样劝，是因为楚风看得出来，红衣圣地将这远古血炼池看得非常的重要。但是那又能怎么样？一个在红衣圣地觉得根本不可能开启远古血炼池的时期，那个人将远古血炼池内的至宝拿走了。可以想象那位的实力将远在远古血炼池之上。红衣圣地若是想找对方麻烦，那完全是自讨苦吃。你说的对，只是不知道师尊和诸位长老他们是否会愿意就此罢休。他们将这远古血炼池看得实在太重要了。殷庄红说道。能活下来再考虑这些吧。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眉头也是微微皱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楚风发现这条道路比他预想的要长得多。哪怕他如今得到了阵眼的力量，力量非常之强，也导致速度非常之快，可是在这里全力而行，却仍然感觉前方深不见底，并且楚风只能感应到的东西不多，一般能够感应到的都是守护阵法。楚风感应不到红衣圣地众人现在的状况，但却能够感应到一道守护阵法由外人开启。楚风觉得那道守护阵法此时应该就是红衣圣地众长老的避难所，可是偏偏此时那守护阵法正在遭受另外一股外力的攻击。如今那守护阵法已经岌岌可危，最重要的是楚风虽然得到了阵法的力量，可却并非无所不能，他没有办法运用阵眼的力量去加强那道守护阵法。楚风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道守护阵法被破开之前赶到现场，否则哪怕他得到阵眼的力量，恐怕也无法解救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阵阵轰鸣响彻不断，一座守护阵法正在遭受强烈的冲击。太上长老大人，怎么办啊？阵阵恐惧的声音响彻不断，不安、惊恐、害怕，甚至是哭声，各种不好的情绪弥漫于这方天地之中。原来不仅红衣圣地的长老在此，就连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也是在此。当发现许多人被屠杀之后，红衣圣地便意识到有人可能要对远古血炼池下手，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朱天门。朱天门若是要出手的话，绝对不只是夺取远古血炼池那么简单，还会抹杀掉他红衣圣地。所以红衣圣地的太上长老便将红衣圣地的所有长老和弟子都带到了远古血炼池之中，运用这座阵法来进行避难，等待着掌教大人回来。可不曾想对方竟然不是朱天门的人，但因为对方滥杀无辜，炼化出了大量的血魂之气，这便导致尽管对方自身修为不是特别强大，可当他们来到远古血炼池后，那血魂之气得以发挥作用，使得他们的力量便变得格外强大。这种情况下，就连这座守护阵法也是难以支撑。看来这就是命。此时红衣圣地的太上长老已经闭上了眼睛，他已经绝望了，因为他知道哪怕是他也无法与对方抗衡，这是天要他们亡，他也无法改变局面。又是一声巨响传来，那守护着红衣圣地所有长老与弟子的守护阵法最终破碎开来。当那守护阵法破碎之后，足足近10万人的大军出现在了红衣圣地众人长老以及弟子的面前。这些人不是朱天门的人，因为他们个个身穿黑袍，头戴面具，相比于朱天门的人，他们看上去更为诡异。当然
若只是这些，没有人可以判断他们就不是诸天门的人。毕竟诸天门的人如果想对付他们，也可以伪装起来。之所以如此确定他们不是诸天门的人，乃是因为先前红衣圣地的长老与他们交过手，而他们的使用的技法的确不是诸天门的人。若是一个两个如此的话，倒也罢了。他们许多人使用的技法都是与诸天门无关，并且极为相近，这种种迹象都说明他们乃是来自同一个宗门。我红衣圣地与诸位应该无仇无怨，不知诸位为何置我红衣圣地于死地？红衣圣地的太上长老此刻很是虚弱，在先前的交手之中，他不仅败了，还身负重创，正因如此，才躲到了守护阵法之内。现在守护阵法已破，他们又不是对方的对手，他知道他们已是活不了多久了，只是他不甘心，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所以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要他红衣圣地的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们不必问这么多。那黑衣人之中一位似是首领的人说完此话，其体内便释放出了血红色的气焰。不仅仅是他，此时其身后的足足10万黑衣人身上全都释放出了血红色的气焰。那血红色的气焰正是远古血炼池的力量，他们是通过滥杀无辜炼化血魂之气，然后又将血魂之气吞入体内，与其身体相融，所以才能够借助远古血炼池的力量增强他们的战力。等一下，你可知道你们命不久矣？就在此时，红衣圣地太上长老忽然说道：命不久矣，这个时候还想威胁我们吗？这里的确有人命不久矣，但却不是我们，而是你们。那位说话间便要直接发动攻势，想要索取红衣圣地众人的性命，是血魂之气会要你们的命。红衣圣地太上长老高声说道：你说什么？听闻此话，那些黑袍人忽然停手，看来你们真的是被人利用了，是诸天门的人派你们来的吧？真是可笑，你们都不知道血魂之气的副作用，竟然就将其吞服。你们仔细看看你们的丹田处。红衣圣地太上长老说道。撕拉！听闻此话，那些黑袍人竟然真的开始撕开自己的黑袍，观察他们的丹田。这一观察不要紧，在他们的脸上皆是涌现出了恐惧与慌张。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丹田处竟然开始溃烂，虽然没有任何知觉，但是不仅仅是丹田在溃烂，就连灵魂都在溃烂。这样下去，他们不仅修为要受损，怕是性命都要不保。然而就在他们的撕开黑袍之后，他们的面容也是露了出来。灵狐志士，竟然是你！就在此时，红衣圣地也是有长老认出了眼前的这些人，他不会认错，因为他曾在机缘巧合之下见过灵狐天族的族长。灵狐志士，我红衣圣地与你灵狐天族并无纠葛，你为何要对我们痛下毒手？红衣圣地的太上长老问道。然而他话音刚落，便发出了一声惨叫，是一道血红色的气焰穿透了他的身体。灵狐志士对其出手了，说怎么解血魂之气的毒？你告诉我，我可以饶你们一命，否则你们都要死。灵狐志士恶狠狠地问道。哈哈，你以为我傻吗？你们已经做到了这一步，难道会放过我们？倘若你们放过我们，诸天门的人也不会放过你们。大家都不是傻子，你就不要假惺惺的了。况且血魂之气无法医治，这也为何我红衣圣地早就知道血魂之气能够在远古血炼池内增强力量，却从来不炼化的原因。滥杀无辜我们做不到是其一，那血魂之气的毒性太强，也是我们从不考虑的重点。红衣圣地太上长老说道。说到底有没有医治之法？你若不说，我就要你了，你们的命！灵狐志士说话间加强了自己的攻势，再度恶狠狠地质问起来。你问我怎么不去问诸天门啊？诸天门的人怎么告诉你的？你应该相信他们才对，又何必来问我呢？红衣圣地的太上长老发出了讽刺的笑声，他知道灵狐天族的这些人一定是被诸天门骗了。族长大人，怎么办啊？我们被骗了，我们被诸天门的那些混蛋骗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为我们报仇，他就是在利用我们。族长大人，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啊？此时灵狐天族的众位族人也是慌了，事到如今，他们都已经意识到他们是被诸天门骗了。说你到底说不说？此时灵狐志士也没有任何办法，而是运用那血红色的气焰，加强了对红衣圣地太上长老的折磨。有你们这些人给我红衣圣地陪葬，黄泉路上也不孤单了。然而红衣圣地长老不仅不再回答他的话，反而那讽刺的笑声变得更加刺耳。真是找死！黄泉路上不会有我们，你们只能孤单的死去。此时灵狐志士彻底被激怒了，他的身上散发出了磅礴的杀意，他是真的要痛下杀手。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忽然传来，红衣圣地众人身后那坚不可摧的墙壁竟然被摧毁开来，紧接着磅礴的血红色气焰也是从那被摧毁的墙壁内释放而出，直奔灵狐天族的众人而去。面对那突然出现的血红色气焰，灵狐志士以及灵狐天族的众人也并没有坐以待毙，反而是释放出血红色的气焰，想要与其抗衡。可是奈何他们的血红色气焰与对方差距实在太大，血焰滚滚如滔天猛兽。只是顷刻之间，灵狐天族的10万大军全部人仰马翻。莫说那些实力卑微的族人，就连灵狐志士也不例外。先前还杀气比人的灵狐天族族人全部狼狈地倒在地上，这怎么回事？此时莫说灵狐天族众人不解，就连红衣圣地的众人也是一脸的不解。长老大人，你们没事吧？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身影从那血红色的气焰内冲出，来到了红衣圣地众人的视线之内。此人自然便是殷庄红。庄红，原来是你！你请来了元术大师。见到殷庄红，红衣圣地的众人那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那强大的血红色气焰并不是敌人，而应该是元术大师。不是元术大师，元术大师并不愿意帮我们。殷庄红说道。不是元术大师，那是怎么回事？红衣圣地众人感到惊讶，不由得再度望向那不断从岩壁内溢出的血红色气焰。而这一看，
他们更加不解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不是元术大师出手，又会是何人？诸位前辈，是我。在众人的凝视之下，一道声音从血色气焰之中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众人视线内。这位自然便是楚风，只不过此时的楚风看上去极为强大，简直是不可战胜，因为那强大到可以一击便将灵狐天族众人击败的血红色气焰，正是源自于楚风。血色气焰如同千军万马，但却缠绕于楚风，视楚风为他们的主人。修罗，竟然又是你！看到楚风现身，还不待红衣圣地的众人开口，那灵狐志士竟然抢着开口了。他认得修罗，他当然认得，因为在斩妖大地墓的时候，他也在场。他们就是诸天门的死士，那些帮诸天门去探寻斩妖大地墓内是否安全的，正是他们灵狐天族的族人。所以他当时也与诸天门的众人一样，亲眼见识到了楚风的恐怖，见识到了楚风是怎样凭借一己之力击败血雾天尊，吓得拓跋承安落荒而逃的。只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叫做修罗的年轻人其实是楚风。想不到竟然是你们。不过其实仔细想一想，倒也并不意外，毕竟本来你就是诸天门的狗腿子。楚风看着那躺在地上的灵狐天族众族人，冷然笑道：你居然你知道我们是灵狐天族？怎么听你的口气好像认识我们？灵狐志士问道。丫头，你先带诸位前辈离开吧，这些家伙我来收拾。楚风看向了殷庄红。好。殷庄红点了点头。修罗小友，那便有劳你了。而红衣圣地众长老也没有客气，他们能够感觉到此时的楚风具备着抹杀灵狐天族众人的实力，反倒是他们在这里并不安全，所以便在殷庄红的带领下全部离开了这里。而在红衣圣地众人离开之后，楚风则是意念一动，将那血红色的气焰化作一道巨大的屏障，将灵狐天族的众人全部封锁在了其中。所以那些无辜的人也是你们屠杀的。灵狐天族，你们可真是越来越没有底线了。此时楚风用那讽刺的目光从灵狐天族众人的身上扫过，那些曾经都能轻而易举置他于死地的人，如今却都如同蝼蚁一般躺在楚风的眼前，满面惊恐。修罗大人，我们也不过是受命于人罢了，根本不想与你为敌。修罗大人，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忽然间，那灵狐志士竟然跪在了楚风的面前，向楚风磕头求饶。与此同时，灵狐天族的其他人也都跪在了楚风的身前，纷纷向楚风磕头求饶。看到这一幕，楚风颇为感慨，这可是曾经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首的灵狐天族啊，而那位为首的可是被誉为祖武星域最强者的灵狐天族族长灵狐志士啊。想当年的他们是多么不可一世，在整个祖武星域呼风唤雨，高高在上，简直主宰一切。那个时候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原来高高在上的灵狐天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会如此卑微。你们滥杀无辜，手段残忍，我想不到让你们活下去的理由。况且你们身体的情况，你们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丹田都开始腐烂了，难道你们不痛吗？那就是血魂之气的副作用吧，这就是老天爷对你们滥杀无辜的惩罚。楚风说道。我们在楚风的提醒下，灵狐天族的众人真的将目光转移到了他们的丹田，这才发现他们的丹田溃烂得更加严重，他们的修为都在外泄，只是他们没有任何痛处，甚至若是不看的话，都感觉不到他们的丹田竟然破损得如此严重。最令他们绝望的是，无论他们运用什么手段，都无法阻止丹田的溃烂。这个时候，他们知道红衣圣地的太上长老没有骗他们，眼前这位叫做修罗的人也没有骗他们，他们的确要死了。就算这个叫做修罗的人不杀他们，他们也都活不了多久了。楚风猛然间，灵狐志士仰天咆哮起来，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以及不甘。本来当他这一嗓子喊出之后，楚风还以为是他认出了自己，楚风还有些惊讶，但是很快楚风便发现灵狐志士根本就没有看着他，更像是自顾自的咆哮。楚风，若不是因为你，我灵狐天族何以落到这步田地？楚风，我灵狐志士今生无法杀你，就算来世我也要找你报仇。灵狐志士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几乎每一个字都散发着对楚风浓浓的恨意。而他此话说完，他便开始催动血红色的气焰冲天而起。那血红色的气焰冲天而起之后，竟然化作一把巨大的血色镰刀，随后向他的身体刺了过去。这灵狐志士是要自杀。在发现已经命不久矣的情况下，他并没有选择等死，而是在用怒吼发泄了对楚风的恨意之后，决定用自杀的方式来了结自己的一生。然而那血红色气焰化作的镰刀还未落到他的身上，便突然被斩断开来。是楚风。楚风运用阵眼的力量阻止了灵狐鸿飞的自杀。此时莫说灵狐志士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就连灵狐天族的其他人也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他们想不通，这个叫做修罗的年轻人为何要阻止他们的族长大人自杀。我突然觉得不应该让你们死得不明不白。楚风看着灵狐志士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灵狐志士仍是一头雾水，还不明白。没关系，仔细看看你就明白了。楚风淡淡一笑，紧接着他的面容便开始变化。而在灵狐天族10万族人的凝视之下，楚风的面容很快便从修罗的模样化作了楚风的模样。天地间一片宁静，宁静的有些诡异，可是紧接着却换来了狂风暴雨一般的咆哮。楚风、灵狐志士、灵狐鸿飞以及灵狐天族的许多人都用那愤怒的声音喊出了这2个字：是你，竟然是你！那修罗竟然是你伪装的！灵狐志士咬牙切齿地盯着楚风，当他意识到原来这个他眼中天赋强大到非常可怕的修罗竟然就是他痛恨的楚风之后，他眼中的不甘更加疯狂了。原来在诸天星域轮回上界上成为了他们障碍的男人，竟然还是他们祖武星域的对手。最终
他不是简单的死在了异乡，而是最终还是栽在了楚风的手里。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何认识你们了吗？就你们这一张张丑恶的嘴脸，我楚风怎么忘得掉？楚风的嘴角挂着淡淡的弧度，只不过那却尽是嘲讽的弧度，讽刺，这是何等的讽刺！曾经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甚至兵临城下，想要讨伐自己的人，如今却如同蝼蚁一般趴在自己的面前，他们的眼中满是愤怒、杀意，甚至那愤怒和杀意比之前还要浓郁了数倍。可是偏偏他们更加的无力。相比于当日在楚氏天族的一战，今日的灵狐天族在楚风面前已是如同蝼蚁，至少此时此刻，他们根本没有与楚风一战之力的资格。灵狐鸿飞，你现在还觉得你能战胜我吗？祖武十星排名第一的最强天才，楚风用那讽刺的目光看着灵狐鸿飞，你给去死吧！猛然间，灵狐鸿飞发出了疯狂的咆哮，与此同时，他运用血魂之气，催动那血红色的气焰，向楚风发动了攻势。不仅仅是灵狐鸿飞，几乎在同一时间，灵狐志士、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以及灵狐天族在场的所有人，他们都催动着那血红色的气焰，对楚风发动了进攻。他们是想要楚风的命，真是愚蠢啊！然而面对他们的攻势，楚风却是笑着摇了摇头。忽然，楚风嘴角的笑容收起，而在他的眼中更是涌现出了一抹阴冷之色。下一刻，只见无数道血红色的镰刀在这方天地快速的飞舞，紧接着这方天地便再度恢复了宁静。只是此时的大地之上已是遍布鲜血，以及身首异处的灵狐天族众人。楚风没有手下留情，这些灵狐天族的所有族人，这些曾经差点要了楚风命的人，已全部被楚风所抹杀。